我今天呢，想真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外国婆婆教我的如何做女人，我受益终身。我婆婆温迪告诉我，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，你不用指望任何一个男的天生就会当爹，这事儿你肯定改变不了了。但是你能改变的是，让他也知道女的生来也不会当妈，然后给他洗脑，也给孩子洗脑。世上只有爸爸好，就夸他，就让他带，不管他把孩子带啥样，只要喂足就忍住，小不忍则一生愁。然后我就做出了改变。吃一口，吃一口，给妈吃一个，好不好？给妈吃，吃脚，长大个，长大个。哎，大口大口，哎呀，这盘都是素的，酸菜篓子，这盘就这俩肉的。你们喜欢吃肉的还是素的呀？肉的，素的。巧了，妈妈也喜欢吃肉的。我告诉你不行啊，我告诉你，让你抱吧。Good luck， good luck。妈妈帮帮我。哎，帮。妈妈，你干啥呢？让妈把这个打完啊。妈妈，我要拿泡泡。啊，你这不已经拉完了吗？我要喝奶。爸爸没有奶。不，你有。时代不同了，爹妈都一样，爸带娃，妈快乐，这才是给母亲节最好的礼物。女生们都整点心眼，对于老公你就一顿歌颂神洗脑，解放自己的手和脚。我的好妈妈，上班回到家，妈妈快坐下，电话预备开。妈妈不辛苦。我是好妈妈，下班回到家。宝宝们，今天我们不歌颂妈妈，妈妈教你们一首新的歌曲吧。你入学的新书包，得你自己拿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没人给你当。你爱心的那三线线，他也不会帮。你委屈流眼泪，他在拉粑粑。你好，哥，我是咱们这小区的物业经理。我听不到。他听不懂，我来跟你说，看这个。我是咱们这儿的物业经理。我听不懂。可以。你好，姐。这是你老公是吧？他听不懂。他听不懂，这该死的命运我也听不懂。我来自尼泊尔，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听不懂，老外。空调吹冷风。Ooh, that's very nice。冷风。耶，冷风。听不懂。我听不懂，我也不明白。咱俩说哥。车坏的时候你没有来，现在邀请你来了，不给你。老公。哎呀妈，这文化差异能吓死人！我婆婆今天早上从酒店出发，是这么下楼的。我婆婆小姑子都是熊猫迷，尤其是花花，大老远来到中国，天天求我看大熊猫，说钱他们都自费，只求我给他们和熊猫牵个线儿。没办法，我们来到了成都看大熊猫，无比激动啊！早上6点就起来准备了，给你拿点好东西，可好吃了，这可好吃了。但是温迪太吓人了，她不想让任何人错过，于是把她没能到场的老公 Brian 的照片放大，放在了宰奥达的 pad 上，由宰奥达捧着出的酒店，还捧着照片上的车，还是大车。我下楼给我吓一跳。到了熊猫基地，人那叫一个多，根本看不着熊猫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说你逮着空往里头挤就能看着了。温迪说没事儿，现在挤，等人散了，我们自然就看见了。大胖媳妇说这是中国，人不会散，只会更多。于是大胖媳妇就给他妈传授秘籍，怎么往人群里边挪能看着熊猫。他告诉他妈说这都有技巧，你别瞎挤，别用蛮劲。我告诉你，先挑个能挤的老头，就贼要强那种，紧跟着他，不行就扒拉他胳膊，就让别人以为你是他老伴儿呢那种感觉。站他身后呢就别动，就稳住，就熬他，把他熬走，你就上位。大胖媳妇问我说你看我跟我妈出这招厉害吗？我说你妈早晨从宾馆出来就开始熬老头，这一天要熬几个呀？结果呢，就温迪一个人敢往前挤，俩姑娘都不行，往那一站，东北话说跟俩橛子似的。但温迪熬老头那熬上劲儿了，熬完老头熬小伙，非常沉醉，完全没看女儿啊孙子们都在哪里。回头一看的时候谁都不在，丢了，这可糟了。因为温迪这次来中国呢，没舍得办电话卡，只有加拿大的电话卡。他倒是可以打电话，就
就是国际漫游比较贵，我真服了哈，人生地不熟的还不会说汉语，人就能挺住，就是不打，在人群中猛找。但是温迪命是真好，他居然用眼睛烧到了人群中一个女子，正拿着手机向另一个女子炫耀。你看我拍这是谁？这不张拿铁吗？你知道不？就那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外国人。温迪一把人家薅住了，问人你这是在哪儿拍的？就这人，告诉我。于是温迪1分钱没花，成功找到了我们。熊猫是一眼没看着，因为他们不会挤，只能买点熊猫伴手礼。拿铁和早达俩孩子管奶奶要熊猫娃娃和书包，温迪咬了咬牙，只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还买了一盒熊猫巧克力饼干，一盒10片，怒花25，而且只有拿铁和早达一人分着1片。大胖媳妇和俩妹妹都不让碰。我说温迪啊，快中秋节了，大过节的，你不舍得我舍得。中秋节我们吃那种象征团圆的饼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尝尝这诺凡巧克力月饼，纯可可脂的黑巧，搭配9款花式夹心，非常适合中秋团聚和家人们一起分享。尤其是海盐芝士黑松露味儿，听着高级，入口奢靡，黑松露还流心。温迪一听黑松露眼睛都亮了，吃完连连称赞呢，巧克力丝滑，夹心柔软，美味的 level 直接拉满。温迪本来挺开心，没看着熊猫，但买了个熊猫娃娃也可以显摆一下。可是没想到我们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小商品商城，在那里温迪的世界崩塌了。温迪刚买的熊猫花了35，在这里一模一样的熊猫3块钱一个，一兜子50。温迪决定不走了，别的景点也不去了，明天就去那儿进货，进他3车货，回家那找个景区就从事小商品转手倒卖，预计明年还完房贷。我婆婆回家那临走的头一天晚上，高低要搓澡，不搓不行。我发现这外国人被汉化，往往都是一个不经意间就完成了。温迪他们要走了，这是温迪第3次来中国，第3次走。临走之前呢，提出了几个未完成的心愿，希望我能替他完成。都有啥呢？第一个就是搓澡。温迪第1次来的时候，听到搓澡这个概念，吓得直哆嗦，他拒绝的很彻底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脏。温迪第2次来开始动摇，为了壮胆干了1瓶啤酒，最后决定穿着泳装进去搓了个澡。给温迪搓澡的那位搓澡大姐穿了一双红色雨靴和一套红色内衣，给温迪搓服了。她是温迪心中古中国掌管洁净的女神，温迪记住了她。然后这次温迪来第1天就跟我说，我觉得我在加拿大这半年活得特别脏，这半年里每周我都试着搓一次自己，还让布莱恩进来给我搓，但是一切都不对，我需要那个穿着红雨靴的掌管洁净的女神。但搓澡这个事儿呢，我就一直懒得给它实现，我给忘了。铁岭的最后一天，温迪看我不在，自己带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一个同事去找到了红雨靴，高低搓了一个澡，然后在2楼休息区把门票钱吃回来3倍，最后才满足离开，说自己争取半年内再回来还愿。姐姐，你让那个叔叔给豆牛奶了吗？奶奶说太贵了，我们没有加牛奶。那撒完了呢？你下次找我给的奶。OK。他们在里边搓奶浴，我在家也得修护一下我自己。这几天被他们摧残的，我人都憔悴了。还好我有欧诗曼真白银美白套装，里面有从珍珠中提取的美白精华，能改善皮肤变黑，高效美白，不容易反黑，还有很多舒缓成分，上脸不刺激，贼舒服。温迪临走还有个心愿，就是求我带他多吃几顿中国方便面，一定要加火腿肠。他说方便面这个东西，全世界中国无敌，就中国最好吃，甚至同样品牌的方便面在加拿大买回来都不是一个味儿。温迪第1次来中国啥也不吃，每天就找薯片、冰淇淋和快餐充饥。第2次来开始爱上中国美食，但其实还是老外喜欢的那些，什么扬州炒饭、牛肉炒面、饺子啥的。但这次来就痴迷于方便面配2块钱一根的火腿肠，还必须是2块钱的那种肠，贵的不行。哎，他们娘仨都是到哪儿就要方便面加火腿肠，痴迷到啥程度呢？最后我们回北京是从铁岭开车回的北京，那高速上每个服务站人都太多了。我说那这咋整？要是饿就只能在超市买吃的了。给温迪乐坏了，他把方便面记成了方便面。他说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随地方便面了，随地方便面了。回到北京，温迪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走了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临走一定要让他接一次张大铁从幼儿园放学。然后温迪就在幼儿园门口和别的孩子的姥姥奶奶一起等孩子们放学。然后晚上咱也不知道张大铁咋想的，突然间就来我屋跟我唠嗑来了。妈妈，为什么我的奶奶和别的奶奶长得不一样？因为你的奶奶是老外呀，那她肯定不一样啊。家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呀？这么多外国人呀？